美军3个大型航舰战斗群逼近中国，究竟有何目的？为何说美军在考虑与中国开战？广西深山惊现东风26残骸，又说明了什么？近年来，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，加上美国自身深受疫情等内部因素影响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，美国正在极力制造与中国间的军事摩擦，以达到转移内部矛盾与试探整个底线的目的。据获悉，在去年1年，美军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多达10次，美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多达12次，都超过其他年份。而进入2022年以后，美军的这种有意互动变得更加频繁。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，美国愈发在中国周边展示军事力量，以将中国拖入政治博弈。根据中国智库平台南海战略探视感知的报道，近日，美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绕南沙群岛机动航行，并展开军事训练。同时，美海军艾塞克斯号两栖戒备群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，2艘驱逐舰跟随。而在东海方向，美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从佐世保出港航行至冲绳附近海域，接近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。在同一时刻，美军3个大型航舰战斗群逼近中国，很显然来者不善。与此同时，媒体提到，美军的航母战斗机在进入南海以后，围绕着南海诸多岛礁做机动行驶，这一迹象不简单。有分析认为，美国海军航母进入南海以后，其航路和演习模式变得更复杂，也更难琢磨。而美国海军利用岛屿间的代替航路，或许在于躲避解放军雷达，并显示他们正致力于让美国海军技能多元化。这些细节都表明了一件事：相比于以往，美国航母来南海地区以威慑为主，如今美国海军已经真的在认真思考如何与解放军开战。随着南海局势与台海局势的发酵，中美矛盾可以说摆在了台面上。而美军也意识到，如今的解放军是真的有能力在第一岛链内拒止美国的航母战斗群。美军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自认为可以稳定地夺取制海权与制空权，因此必须要考虑如何与中国开战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美国拿出与中国开战的决心，派出自己的航母来上门叫板，解放军真的有办法对付吗？近年来，中国在第一岛链内建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，就是针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。而且要知道，会发生的可不仅仅是美军，解放军同样能发出最强硬声音。有网上消息显示，近日清晨时分，广西东南县的深山老林里传来一声巨响，似乎有一个庞然大物从天而降。不过由于降落地点在人迹罕至的山区，加上事先当地部门已经发出避难通知，此次事件并没有造成当地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事发以后，有好奇的村民便围了上来，发现2个庞大的圆柱形火箭残骸落在此处，残骸有烧焦的痕迹，不过有一件残骸其外表保持着相对完整。通过现场人员拍摄的照片可以判断，这2个圆柱形残骸是中国东风导弹的2级助推器，其直径来看，极有可能便是东风26导弹。此消息称，中国在青海地区向南海试射反舰弹道导弹，而广西也正好在其经过的路线上，并且时间上也能对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前一天，当地官方就发布了紧急避难通知，提前告知当地村民将有飞行器残骸落下。这说明这次东风26的发射路线经过了紧密的设计，不仅是在目标上有着明确的方向，就连分级火箭助推器降落的地方也有精确的判断。根据网上的数据，东风26射程为4000公里，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？40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东风26导弹可以从中国西北内陆发射，覆盖整个南海海域，或者从东部沿海发射，抵达美军在第2岛链的核心关岛军事基地。因而东风26也有关岛快递之称。东风26具备钻地弹头，可针对美军基地内的地下机库，因此东风26被认为是打破第一岛链与第2岛链战略平衡的利器。更让美国海军心忧的是，与东风21D 导弹一样，东风26导弹同样具备打击水上大型移动目标的能力。东风26导弹具备末端制导能力，可以在打击链末尾阶段通过弹道修正，准确打击正在快速移动或者转弯的目标。这就意味着美国的航母也是其打击目标。去年的时候，
美国卫星曝光解放军在西北建造了一艘福特号航母的模型。这个航母模型不仅带有不少电子设备，以模拟航母编队的电磁干扰环境，而且还带有轨道可移动。这样做是为了模拟航母在海上转弯和行驶。美军评估这座福特号航母模型正是为东风26导弹提供的靶标。根据五角大楼的报告，解放军一年测试弹道导弹的次数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。近年来，美国研制 F-35C 战斗机以及 MQ-25现载加油机，一个目的便是让航母战斗群的攻击范围扩大到1500公里，以躲避东风 21D 的打击。然而，东风26的射程要远超东风 21D， 这就让美军有些束手无策了。而且，美军曾在2019年评估，目前中国拥有80多辆东风26导弹的发射车，以及160枚东风26导弹。不过这几年来，这个数字肯定有不少涨幅。而这么多的导弹足以对付美军派往亚太的每一艘航母。那么，面对如此实力与数量的东风26导弹，美军航母依靠机动行驶，能否躲避被击沉的命运呢？实际上，美国人自己就有答案。去年的时候，美国海军在夏威夷进行了一次导弹拦截测试。根据美国导弹防御局的报告，美军一艘宙斯盾舰发射2枚标准6防空导弹，对1枚进行模拟攻击的中程反舰弹道导弹进行拦截，结果却是宙斯盾舰并没有成功拦截中程导弹，测试以失败告终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出，美国海军对于东风26这样的武器是很难将其拦截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军航母深入南海，进入到东风26的打击范围，一旦在战争时刻，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举动。另一方面，美军航母这样的机动行驶也做不到对解放军的隐蔽。目前，中国已经在周边海域建立了严密的监控网络，从南海岛礁上的雷达站到空中的侦察机，再到天上的卫星，基本上对于美军航母的一举一动都能够精确掌控。利用走位来达到隐身效果，显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。但即使知道了这一点，美国的航母该来还是要来，因为越是这个时候，美国越不甘示弱。但如果真的到剑拔弩张的时候，美军又会真的与中国硬碰硬吗？2016年南海仲裁事件发生以后，当时美军2个航母战斗群就部署在菲律宾海附近，随后关闭信号进入隐身状态，中美大战似乎一触即发。而随后央视节目透露，我国的火箭军将导弹瞄准了一个方向，暗示美军航母坐标已经暴露了，躲也没用。一旦开战，2艘航母都得葬身海底，最终美军也只得是把航母悄悄撤走了。也正是在16年南海危机以后，中国海军逐渐掌握了第一岛链的主动权。与此同时，美军对中国的弹道导弹也是讳莫如深。在去年8月份，中国就曾在南海试射了东风21D 和东风26导弹，并且精准击中靶标。根据报道，当时美军驻日内瓦办事处还一度提出抗议，足以见到美国人对中国反舰杀手的态度。